现在是下午5点，看看天津凯旋门啊，国贸购物中心。现在这一块高楼大厦建挺多，但是感觉入住率好像并不是说特別高。这邊還有滨江凱龍酒店，不知道住一晚多少錢，我来看一看。这邊就是启士林和音樂廳，之前在这個區域拍過，總來這兒。徐州道，今天河西的最後一個拍攝地點吧。今天來河西呢，就在小白樓周邊稍微轉了一轉，周邊的幾條道都稍微拍了一拍。之前呢也來過這個區域，只不過就是季節不同啊，反正冬天來的次數比較多。那個時候怎麼說呢？疫情期間哪兒也沒去，不是說不想去，是去不了。哦，這邊有輛大勞斯萊斯，在天津看見勞斯萊斯的概率並不是很大。今天出來還看見一輛啊，不容易，就在這個徐州道上。以前這一塊就算是小白樓的一個比較核心的區域。不知道為什麼一來到這兒我就想起以前那個罐裝的這種酸奶，一來到這兒就想起那個酸奶，小時候總想買，喝過幾次。怎麼說呢，有股子特別的味道，感覺那酸奶。然後以前在這條街上就有很多賣那酸奶的。徐州道，江蘇徐州，之前也去過徐州了，第一次去幾年，05年吧，很早很早了。05年第一次去徐州，當時本來是去江蘇寶應，但是後來因為這個寶應那邊也沒有火車什麼的，然後就坐長途到徐州，在徐州停留了幾個小時之後呢，就回天津了。這是我第一次徐州之行啊。第二次呢是前幾年吧，冬天去的啊，在徐州待了3天，在徐州的雲龍湖附近啊稍微轉了一轉，感覺不錯。因此呢，之後春天的時候又去了一次徐州，是春天還是秋天忘了，秋天應該是，反正不冷不熱吧那時候。記得當時好好的把這個雲龍湖啊轉了一圈，順便呢登上雲龍山。感覺徐州確實是一座挺不錯的城市啊，自然環境各方面的確實挺好。找一找視頻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徐州是個什麼樣子。
行，现在到徐州道的后半部分了。这徐州道并不长，这边还有一个徐州道的地铁站，几號線？是4號線還是幾號線？我之前一般來這兒都是坐97，他就是浪費這4號線。現在天津的地鐵站也越來越多了，特別是這幾年，很多城市啊都開始建地鐵。之前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貴陽的時候，就一條1號線，貴陽1號線，然後再去的時候好像4、5條了，前後也就2、3年的時間啊。好，這基建速度，天津也是，天津是前10年吧，地鐵建的特別多，徐州道站這幾年慢了，這幾年開始轉向這個其他的一些省會城市了。天津這個地鐵也建的差不多了，感覺再多的話感覺就沒有必要了，到處都地鐵，方便出行是肯定的，但是這個財力物力也有點太多了，感覺沒有太大的必要。前面還是徐州道，今天好好在這個徐州道走一走，從頭到尾。徐州道前面就是我以前總以為啊能轉的那種大廈，現在改成如家酒店了。其實它不能轉啊，看着挺像的。旁邊還有就是外什麼大廈，外貿大廈還是什麼，從來沒注意過。了解的可以告訴我是什麼大廈。第二個是可能是外貿大廈吧。這江蘇路附近有一個外貿樓，我記得這個是外貿大廈。天津外輪代理有限公司，無所謂了。江蘇路，江蘇路一直往前走，大概能走個1公里多吧。之前路過那裡，這次就不走了。行了，前面就是台儿莊路了。今天就在這個比較小的一個區域，縱橫的走了好幾圈，又到台兒莊路了。行，徐州道，今天拍到這兒。大概率就是